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整天在 Dubrovnik， 所以也算是睡比较多啦。虽然现在也才大概6点而已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坐在这个阳台吃一下早餐，然后配这个 Kings Landing 的风景这样子。然后今天的计划呢，就是我们可能等一下会去看看早上的海边，就是有没有比较少人啊，可能可以拍一些照片。然后这个部分结束了之后，应该就会去旁边，因为一来就看到旁边有一个岛叫做 Loklum Island， 然后有查一下，就是整个在 Game of Thrones 里面那个 The City of Cross， 就是都在那个岛上面拍的。那所以对，这就是计划。我们刚刚已经抵达 Loklum Island， 然后这边呢，其实就是来回的船票再加上登岛费是27欧元。然后其实这边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在以前原本这上面也是有那种像修道院啊，然后有僧侣啊，只是他们因为一些政治的原因，然后就被赶走了。但是被赶走之前呢，他们有在这边就是给他做一个诅咒，对，只要有算是那种比较强迫登岛或是占用这个岛屿的，会受到诅咒啊。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奥匈的王储斐迪南，他被暗杀，然后所以才有后续的那些世界大战。那其实那时候斐迪南他就是成为他们家族下一任的算是继承人，然后他可以就是好像得到这块岛啊，把这个岛当然是他的那种度假胜地啊，结果他就在维也纳被暗杀了。那我不知道，大家应该还是会蛮相信这个诅咒其实是真的。我们刚才进来到这个 Benediction 的修道院，然后其实它就是看得出来，好像在Game of Thrones 里面就有拍一些那种 cross 的镜头，然后就在旁边一个，我也原本以为是一个住宿的空间还是什么，就有一个博物馆，然后就是有好像展出那时候拍《权力游戏》的那些道具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他们的一般人不会知道的秘密。然后这个铁皇座啊，是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来到克罗埃西亚看到最真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当时他们在那个影集里面使用的，因为其他纪念品店啊，他们也会有这种复制的铁皇座，可是看起来真的很假，那个品质很差。可是这边的看起来很好我们现在吃晚餐，然后这间餐厅呢，它叫做巴巴。然后其实，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对这个蛮好奇，就也蛮想要过来吃，就是因为它是章鱼汉堡，对，就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章鱼还可以放到汉堡里面去，所以就那时候就已经很想要来吃吃看。然后现在这就是食物的本身，然后我觉得分量非常大，那也没有到很贵，我记得一个是大概12吗？如果只是单汉堡的话是12欧元，然后如果加上一些那个side dish 就是17欧元。那等一下就吃吃看这个章鱼汉堡是怎么样。刚已经吃完那个 Octopus Burger， 然后其实说真的，我觉得还蛮失望的，因为就感觉那些东西其实你在超市都一定可以买得到，那整个加在一起也不需要什么10几欧这样子。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在那个 Google 评论上面，其实它的评论还不错，有4点多分，4.5吧。所以我不知道是到底是观光客标准太低，还是作为一个台湾人吃很多很不错的海鲜标准比较高。对啊，但无论如何，那就是在 Dubrovnik 最后一个晚餐。那现在就享受一下这边的夕阳。大约1个礼拜的时间在克罗埃西亚，让我对这个国家有了最初的认识，也真的很喜欢这里的环境所带来平静放松的感觉。也希望在未来还有机会探索克罗埃西亚更多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。结束克罗埃西亚的行程，我们的下一站是奥地利的维也纳。我们
现在人在维也纳，那昨天呢从 Dubrovnik 就飞到维也纳，其实就大概花1个多小时左右就到，其实非常快，非常方便。然后呢，就晚上因为下雨嘛，所以就有去一个酒吧看看这样子。那其实，在维也纳，我之前已经有来过一次了，可是对这个地方，对这个城市，其实印象就没有这么多。只记得它就是一个东西有点贵，然后很多很漂亮的东西，然后还有怎么看出去，或是看不同的小东西，都觉得好精致，好多细节。譬如说，像我现在在这个 Airbnb， 我就觉得哇，其实很多的角落都是非常有设计感，而且看起来让人很舒服的那种感觉。那我在维也纳就还有最后一个整天啊，希望这一天呢可以多去看一些可能这边的咖啡厅或者是餐厅，然后一些很漂亮的历史古迹，然后就结束在欧洲的最后一站。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，其实咖啡在维也纳算是当地人很重要的一部分。然后，所以我们刚刚第一个点就是选了一个这边的咖啡厅，叫做 Jonas Randall。那它这边除了就是有卖咖啡豆，然后也有一些室内的座位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咖啡厅，不管是桌子椅子的质感，或是一些小小的装饰，然后整个店内的感觉就是非常有维也纳风格吧。我们刚从咖啡店那边，然后就是往可能一些他们的重要的古迹建筑这一个方向走啊，然后就经过一个花园叫做 Volksgarten。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花园它很特别的是，就是它面积也蛮大的，然后里面有超级多的玫瑰花。然后，而且现在都算是有盛开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会觉得这种花园好像还蛮像巴黎啊，还是英国那边也有这样子的花园。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，就是有这么多花，然后旁边就是也被这么多古迹建筑，像是什么国会大厦，就是 Parliament， 然后还有 Hofburg， 然后一些教堂这样环绕，我觉得就很特别啊，然后真的很精致，很漂亮。下午我们又先后去了几个在维也纳比较著名的地标，像是奥地利国家图书馆、熊布朗宫和白水之家。感觉不管走到哪里，维也纳这座城市都能维持一贯的质感和舒服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在 Cafe Central， 就是在维也纳市中心有了大概150年左右历史的咖啡厅。然后其实现在时间已经晚上大概8点了，可是我点了一个 cappuccino， 就因为毕竟是咖啡厅嘛，这大概是我喝过最晚的咖啡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反正几个小时之后就明天就要坐飞机回台湾了。然后在维也纳这个时间其实是就是相对来讲一定是比较轻松一点嘛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连续拍摄了10多天，然后能有这样子的休息的机会啊，好好体验啊，也是蛮重要的。那就希望大家还喜欢这个系列的影片。在欧洲大约2个礼拜的时间，真的过得很快。每一天能有充实的生活，就是我希望能反复旅游欧洲的原因。从第一天抵达，搞丢了相机包，见到好久不见的朋友，经过匈牙利和克罗埃西亚的几个不同城市，而最后也回到维也纳。对我来说，欧洲旅程的美丽之处，就是总是能有满满的体验和旅程中学到的课程。无论如何，这就是2023年夏天的欧洲旅行，很开心有你的参与。